注意看，这个甜美可爱的小姐姐，只是因为和道长拍了段抖音小视频就被骂上热搜。可能你怎么都不会想到，眼前这位美丽动人的小姐姐，18岁就出家当起了道姑，她究竟遭受到了什么打击，才能做出如此残酷的决定呢？就在网友为她的行为感到惋惜的时候，小姐姐却表示：“你们懂个啥？这里可是亿万人想进都进不来的道教学院。什么？中国竟然还有这种奇葩学校？没错，这里就是让全国无数学子羡慕的大学——浙江道教学院。在浙江道教学院上学是一种什么体验呢？今天就让小姐姐带大家进入道教学院，体验一把当神仙的感觉。”最后，网友还表示，究竟拥有什么文凭的人才可以进入道教学院呢？视频结尾，我将为大家详细讲解2023年浙江道教学院最新招生标准。浙江道教学院被称为中国霍格沃兹魔法学院，它可能是中国唯一一个挂不了科的学校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别人考试都带小抄，而他们考试却是当场做法，而且每个人学的法术都不一样。有算卦的、叠元宝的、祖师爷上身的，只要是僵尸片中出现的招式，他们都会。他们学习的氛围更是颠覆你的认知。老师在讲台上讲知识，台下的学生必须穿着道袍上课。很少人上课的时候会睡觉，因为老师在讲课的时候，你的手里要不停地摆弄着各种法器。别的大学生上课如上坟，而道教学院的学生却完全相反，因为学校主打的就是修仙，从风水秘术到奇门遁甲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他教不了。当然，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学到这些，凡事都要有个过程。刚来的学生首先要迈出的第一步，就是在操场上打太极。如果身体不协调的，可以练练剑术。这里的老师从来不会强迫学生的选择。如果你的专业课不擅长，可以在文娱课上学习自己感兴趣的课程，因为老师除了会施展法术、琴棋书画，那也是样样精通。在这里，你学习成绩的好坏全靠你自己。学校主打的就是老师教的轻松，学生学得开心。你平时是不是想和女朋友出去约个会，还要绞尽脑汁想各种办法和老师请假？在这里，您完全可以打消这个顾虑，只需要掐指算一算天干地支，在请假条上写上一句“今天不宜出门”，就可以跑出去和女朋友约会了。您以为这就算完了吗？如果你和老师关系相处得好，他还会教你打个雷，吓唬你的法术。当然，这个法术往往掌握在少数学生中。有网友表示，这不是封建迷信吗？然而，这个时候你的格局可就小了，因为人家可是经过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中国道教协会批准的，是正规的4年制本科大学。不过，最让人羡慕的还是学校的学费，他们的学费1年只需要交500元，吃住更是全免，一毕业就能拿到本科生毕业证书。说了这么多，还是有很多网友不相信，直到当地人站出来描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后，才打消这种顾虑。根据道教学院附近的居民所说，他们经常看到有人在御剑飞行，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坐不住了，尽忠报国全靠他们了呀。当更多的网友看到中国有这种梦中情校以后，纷纷举手抢着想要报名。虽然理想很丰满，但是现实却很残酷。他们是全中国最令人羡慕的大学生，1年只需交500元的学费，而且还包吃包住。在学校，你可以一边上学一边游山玩水，而且还自带仙气。4年读完就是本科文凭，还分配道观。但是要想进入这所道教学院，那是比登天还难，因为他们1年只招60个学生。哪怕你是清华北大的成绩也进不来，因为人家不看成绩，只看机缘，尤其对生辰八字十分的看重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你生辰八字不合也会被拒收。进校后分班级也是按照天干地支分配的。有人质疑这样的道教学院对正统道教传承没有任何实际意义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相信前不久在南京举办的夏日祭，无数国人都不会忘记。但是这里面令人发指的细节，您又了解多少呢？夏日祭本身是日本在夏天举行的民俗活动，可为什么会突然把地点选在南京呢？而且还将时间选定为7月份。
要知道，在1937年的7月7日，日本向中国挑起了七七事变，至此中日战争全面爆发，而南京就更不用说了。1937年12月13日，侵华日军有组织有预谋地对南京展开了大屠杀。南京的大屠杀中，大量的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，导致无数家庭支离破碎，遇难人数超过30万人。一个死伤30万人的南京举办一个日本人的节日，究竟意欲何为？这不是在中国人民情感的伤口上撒盐吗？要知道，2022年是南京大屠杀85周年。在这样的节点举办夏日祭，死去的30万同胞会同意吗？更让人感到愤怒的是，夏日祭的举办地点就在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同胞纪念碑的不远处，这是赤裸裸的挑衅还是嘲讽？有人说，其实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偷我国的国运，我堂堂中国的国运，岂是他小日本说偷就偷的？后来据说还是9大天师一起出动，带领3000多名道士施法破阵，否则被小日子们得逞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虽然最后夏日祭被叫停，但是我们中国人一定要铭记历史，勿忘国耻，振兴中华。如果您也想进入道教学院为中国出一点力，那你就要经得住考验才行。作为全国最独特的大学，然而学校的真实情况一定能让2/3的学生打退堂鼓。单是凌晨4点起床，晚上9点半熄灯的课表就吓坏了不少网友。在学校还不允许谈恋爱。另外，道教学院其实是有专业课的，他们所学的专业课一点都不比普通大学的专业课简单。光是研究古典书籍，学生就必须掌握晦涩难懂的古汉语。为了能跟国际接轨，道教学院的学生还必须学习英语，因为不会英语怎么去国外霍格沃兹魔法学校当交换生呢？走进宿舍区，你会发现很少有人在玩手机，因为他们不是在抄写符文，就是在钻研法术秘籍。晚自习下课后，很多正常学生会相约到宿舍打游戏，而道教学院的学生却不同，他们还要在操场上切磋剑法，学习任务可以说十分的艰巨。相信很多人想来这所学校读书，看重的是学校的本科学历，殊不知学校的本科学历虽然得到了国家的认可，却只能在道教内部使用，毕竟任何企业都不会专门设立道士这一岗位的。在不久前，浙江道教学院发布了2023年招生标准，我就简单的说几个报考条件吧。虽说学校是面向全国招生，但是以道教人士为主，必须是高中或高中以上的学历。报考者需要经过所在道观、省道协推荐，还要经过当地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，等等，还有很多。我估计仅凭道教人士为主这一项就有好多学生没办法报考。您对中国的道教学院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